Hello，大家好，每天读经5分钟。今天我们再来一起读一小段《六祖坛经》行有品。我们现在行有品已经快要过完一遍了哈。上一期我们读到六祖慧能离开猎人队之后，到广州法性寺，刚好遇上印宗法师一场法会，在讲《涅盘经》那慧能说出了一句话：仁者心动，引起了印宗法师的注意力。所以说，印宗法师邀请他到身边来呢，就开始考他的功夫问他一些很深奥的一些佛理。结果呢，六祖慧能完全不需要引用经典里面的这些文字，他就可以用当代口语化一个很简单的表述方式呢，就把这些深奥的佛理能够讲得清楚。所以说，印宗法师判定说，六祖慧能估计就是久闻这个五祖弘忍的传人已经到南方来了，估计就是眼前这一位行者看似不起眼的行者，有可能就是六祖慧能。所以说他就请说，那您能不能够将您的衣钵信物拿出来，给所有法会现场的大众看一下呢？这样大家就知道你是谁了。那所以说，六祖慧能呢，就拿出衣钵来给大家看。那上次我们就读到这边哈。那我们有特别讲到这段话哈，其实这段话我觉得真的很有道理，就像是佛法是2、3千年前佛陀的时代所讲出来的文字内容和用语，那到了六祖慧能是属于唐朝，其实已经距离好几百年，距离很长的时间了，所以本来就应该用当代的语言和名词和表述方式，能够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同样的含义，而不是说一定要照着当时2、3千年前佛陀针对当时的人的认知状况，还有当时的科学状况，还有当时的习惯用语的这种表述方式，就是3000年前可能佛陀那样子说，大家才听得懂。可是到了唐朝的话，各方面的时空背景不一样，对象也不一样，所以说在表达这些佛法中深奥的道理的时候呢，所用的文字和表述方式，如果说是能够跟自信智慧连接的人的话，他完全不需要拘泥于2、3千年的表述方式，也不需要拘泥于这些佛典里面原本的这些诗句和用语。那其实同样的道理，现在也是一样。现在距离佛陀当时已经2、3千年了，那现在的科学发展状况，还有大家习惯用语，像什么潜意识啊、集体意识啊，或者是说电脑啊，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有一些不一样的状况手机啊、网络、无线网络这些东西，有很多东西都可以譬喻。所以说，如果说真正跟自信智慧能够连结的人呢，应该就是要像六祖慧能这样子，他完全可以假设所有的佛经都不存在的情况之下，他完全可以用现代的文字，把佛法中深奥的道理重新讲过一遍，而且完全都是合乎佛法中的道理，而且完全不需要使用2、3千年的文字表述方式那接下来呢，印宗法师呢确认了目前眼前这个对象就是六祖慧能之后，他马上就也很急着想要知道说，他就说，那五祖弘忍呢？这个达摩祖师传到五祖弘忍那五祖弘忍传法给您嘛？就跟当时慧明将军一样，慧明将军是告诉那个六祖慧能说，我是为了求法，不是为了抢衣钵信物嘛。那现在印宗法师也是一样，修行人第一时间他最想知道就是说，五祖弘忍呢传下来这个顿教法门呢，到底是如何教导、如何指点的呢？这时候六祖慧能就告诉印宗法师说呢，
五祖弘忍呢，并没有用一个固定的一个法门、修行法门来传给我们并没有说固定的法门啊，或是固定的一些什么样子的修炼方法都没有。那都没有的话，怎么修行呢？六祖慧能说呢，唯一呢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要引导众生、引导修行人，要先跟自性智慧连结。这就跟当时六祖慧能对慧明将军所做的事情一样。那慧明将军在六祖慧能的引导之下，他就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嘛。他就说，我在黄梅县东禅寺那么长时间，从来都没有发现到自己的本来面目。经过六祖慧能的引导，他才发现自己的本来面目。所以说，他就很感激六祖慧能。所以说，同样的，印宗法师也在问六祖慧能说，顿教法门是怎么样子的传授，怎么样子的指点。那六祖慧能也同样的回答印宗法师，一模一样的，他就说，佛为传，相当于佛为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就像我们前几期视频所说的，所有的佛陀，所有的圣人，还有包含所有的经典，其实他们共通的目的，并不是要传授给我们特定的法门或特定的一些文字的义理，他们都是渡传所有的老师和所有的经典。共通的目标就是戒止见悦，就是要让修行人这些有情众生，透过老师的引导，透过善知识的引导，还有透过这些经典的启发，能够跟自己本自具足、本自清净、不生不灭、本无动摇的这个自性智慧，要能够连接上。儒家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同样的概念就要跟自性智慧连接上，跟自性智慧连接上之后，透过自性智慧的引导呢，就可以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这就是六祖坛经最开头这个大梵寺讲堂的法会呢。当时呢，六祖慧能开门见山就跟所有的这个大梵寺讲堂的这些1000多人，有道家的，有儒家的，有知识分子，也有佛家的，也有俗家的大众，跟所有这些不分宗教的对象，他就说：菩提自性本来清净。当所有的人你能够跟自己自性智慧链接的时候，但用此心直了成佛。所以说，六祖慧能直接回答令宗法师一个答案，就是跟很多学佛修行人的人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就说，关键要让大家跟自性智慧链接，而并没有五祖弘忍并没有限定说一定要透过修禅定，或者说一定要解脱往生到什么地方，这并没有去不论禅定解脱。换句话说，五祖弘忍从来就没有说你不修禅定就不能够成佛，就不能够见性，也从来没有说你一定要求往生到什么地方，否则就怎么样。那这两个重点呢，在六祖坛经当中后面也又有提到第5章的坐禅品嘛，就是讲到关于禅定的。另外呢，第3章的疑问品就有提到很多大众都求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问说六祖慧能怎么看？那一场法会同样是在大梵寺讲堂，后续韦刺史问出的问题。第1章行有品，第2章般若品都是大梵寺讲堂的法会讲出来的内容。那第3章就是针对法会结束之后，韦刺史有一些疑问，他又问了六祖慧能，那六祖慧能就回答。那个地方就有提到这个解脱法门。换句话说呢，五祖弘忍还有六祖慧能传承自达摩祖师，传承自释迦牟尼佛正法掩藏的心法，这里针对主要是心法。心法的部分呢，他并没有说一定要透过什么样的修行方法才能够开悟，才能够了脱生死。不论你用什么方法，只要能够唯论见性，只要能够跟自性智慧链接，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说他也强调说，不是本心学法无益，
就说一个是主轴，一个是辅助。如果你透过禅定，透过一些方法，你能够见性的话，那就是好方法。那如果说不是本心的话，所有的方法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所以说，顿教法门的核心是唯论见性，它并不去讲说一定要用什么修行方法，因为所有的修行方法呢，我们说因材施教，所有的修行方法都有优点也有缺点。就像做产品的时候，他就会讲说，有些人修禅定呢，修到变成玩空了。所以说，每种方法都有它的弊病所在。好，那这时候呢，所以说六祖慧能说的这个方法，这个概念是完全跟一般学佛修行人完全不一样的，跟神秀他们那边一直以来修行人从身心的层面在修行的观念都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印宗法师如果不是六祖慧能的话，印宗法师就不会这么客气了。可是六祖慧能的话，他就很客气问他说：“怎么会不谈论禅定解脱呢？因为一般人都认为这样子修行才是正法，才是正确的。”哦，那六祖慧能就回答他，好，那这就是我们最后的重点。那我们今天先读到这边，剩下内容我们就明天再聊。好，那我们就明天见喽，拜拜。